超大的唇板你认为美丽吗？在非洲，这样的嘴唇越大就代表着越美，追求者也更多。这样的长脖子上的金属有20斤重，他们以此为美。据说鼻子打孔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审美各不同，让我们来看世界上最奇怪的10种审美。第10，鼻子上打洞。印度阿三再度整活，成功上榜。在印度南部有一个奇葩的原始部落，这里的女人不管老少，都喜欢在自己的鼻子上打洞。他们认为鼻孔越大的女人越漂亮。部落女子从小就要在鼻子上打洞，并用鼻栓插入在鼻洞中，将其撑大。等撑到一定大小的时候，她们就会更换更大的鼻栓。据说这个部落的女性被认为是所有部落中最漂亮的。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其他部落入侵者伤害，她们干脆用大木塞入自己的鼻子，尽可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吸引人。这样的传统据说已有3、4千年的历史，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习俗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摒弃，未来将有可能消失。第9，浑身的图腾。在埃塞俄比亚南方州奥莫河谷地区的几十个原始部族之中，卡罗族的规模并不算大，但他们有非常漂亮的彩绘。据当地居民称，男孩满15岁，女孩满12岁，便到了婚嫁的年龄。卡罗族姑娘们在进入青春期后，时常要忍受剧痛，在胸部和腹部用刀在皮肤上切割出一些口子，而后把大量竹签插进伤口，并使它们呈现一定的图案。这样，等伤口痊愈后，经过精心制作的图案便会保留在他们的胸部和腹部。此外，他们还用白色、黑色、黄色、赭色颜料及红泥在脸上和身上描绘出各种图案。据说这样的习惯源自500多年前，它们被认为是美丽的象征，还是健康强悍的代表。这些花纹从简单的线条、圆点和星星到动物和手印应有尽有。男性倾向于使用最亮的颜色，这表明他们在战斗中更为强大。每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第8，以胖为美。在埃塞俄比亚的博迪部落有种特殊的审美，他们认为男子越胖越好，每年还会来个选美，而参选的男子也都好吃海喝，他们需在6个月内仅靠喝牛奶，饮牛血增肥，最后最胖的人成为冠军。夺冠的人还会受到部落里的人一生的尊敬。参赛者必须禁欲，而且只能待在一间小屋里。村里的女人每天早晨会给他们送去牛奶和牛血。比赛的冠军虽然得不到任何奖品，但是会获得很多荣誉，也会赢得部落女子的青睐，因为他们觉得胖胖的腰很有吸引力。但是这样肥胖的身体，健康将是一个大问题。你喜欢这样被投喂的感觉吗？第7，巨大的唇板。埃塞俄比亚原住民苏里部落的妇女流行一种带着巨大的唇板的奇怪习俗。这种可活动的唇板长达约25厘米，上面还有装饰性的图案。随着女孩年龄的增长，下唇的洞变越来越大，唇板的佩戴也会越来越大。只有唇板越大的女人越受欢迎。唇板的尺寸大小与女孩出嫁时所获得的嫁妆多少密切相关。小唇板只能获得40头牛，而大唇板则可获60头牛。其实近几年来，这些非洲部落里一些年轻女孩开始拒绝刺穿下唇，甚至拔牙。他们认为这项仪式太痛苦残忍了。你认为这样的唇板漂亮吗？第6，全身涂满红泥。一提到非洲，人们可能想到当地的人都是充满野性的。当地的饮食包括生活方式，跟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相差是比较大的。今天要说的就是这样的族群——辛巴族。辛巴族女子常年袒露上身，最特别的是，她们喜欢把一种红色石粉和着奶油涂抹在身上，就连头发也要用这种红泥巴裹着。因此，辛巴人的皮肤永远都是红色的。辛巴女子身上的红色颜料并不容易取得，是用一种采自数十公里之外的山区的红石做成的。其制作方法就是把石料磨碎，然后加入水和从牛乳里提取的脂肪。一经抹上用水都很难冲洗掉，
能保持1周不褪色。他们这么做，一是为了抵御烈日暴晒，二是蚊虫不会叮咬。由于缺水，辛巴女人一生都不洗澡，一辈子都裹在红泥巴中，因此一般称之为红泥人。第5，长脖子为美。在缅甸有个比较独特的民族的存在，也是游客必去的欣赏的民族——长脖族。长脖族指的是一群人脖子套上了一圈圈的金色的项圈，这样慢慢去拉长脖子。他们以超长的脖子为美。缅甸长脖族也叫不倒族，据称现在全球仅剩约200人，因此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种民族。从小到大，不倒女子身上的铜圈越加越多，有的多达25个，重量在5到10公斤之间。一旦戴上铜圈，这些女性就等于一辈子上了枷锁，因为她们的颈部肌肉会变得十分脆弱，离开铜圈，颈部就有断裂的危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倒族的这项传统将逐渐消失。第4，错牙。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男孩17岁、女孩15岁的时候都会举行错牙仪式，庆祝成人。所谓错牙，就是将上颚的门牙和犬牙错平，它是巴黎等民族的儿童进入成年期不可缺少的礼仪之一。当地人认为，人的6颗门牙和犬牙分别代表着懒惰、不信教、不坚强等6种罪恶，如不错平，则无法摆脱邪恶，成为大智大勇者。据说错牙时，全程不要闭眼，以免嘴张开时被人投毒；全程不要笑，以防被诅咒。第3，以虎牙为美。从古至今，人们对于美女的判断标准都不一样。我们的邻国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人，就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留一对虎牙。其实它的效果就跟酒窝一样，会给人非常可爱的印象。虎牙在日本的叫法更多的叫做八重齿，就是多层或者重叠的牙齿。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审美，就是因为日本动漫文化影响下，有了外翻虎牙之后，它能够更加突出一种古灵精怪的感觉，所以有这样牙齿的美女也就会被誉为八重妹。而这一热潮也导致很多女生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即使自己不是天生有虎牙，也会通过后天的手术制造2颗出来，但这也需要承担之后所带来的不好的效果，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会非常的不方便，时间长了还会影响脸部协调。第2，嘴唇的刺青。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原住民和少数民族，新西兰有着令人骄傲的纹身文化。据史料记载，毛利人纹身的历史已超过1000年，是世界各地土著的纹身鼻祖。他们那种独特的纹身图案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波利尼西亚刺青文化中最具身份象征的一种，是毛利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但不是所有的毛利人都可以纹在脸上，每一个纹身不但是毛利人的标志，也有自己的独特寓意。这样的纹身是不是你喜欢的呢？在2020年11月，新一届外交部部长就有着这样的嘴唇纹身，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第1，嘴唇穿木棍。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热带雨林，在这片热带雨林的内部，生活着一群下巴上插着一根木棒的人。部落里的姑娘们7岁，男孩们9岁的时候，他们的长者就会用一根骨锥刺入他们的嘴唇。对本地儿童而言，在下嘴唇上插一支小木棒作为成年仪式，象征着他们已经长大，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长期以往，伤口越撑越大，还会挤压牙齿，甚至让整个下颚骨变形。即使很残忍，但这样的习惯延续了很久的时间。这些审美你能接受吗？哪个审美最奇怪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